以为正兮，夫为陵。说到屈原，一个投江的人，你可以不知道他的经历、生平、故事，他的死一直痛党到今天。世间皆浑浊。为什么屈原让家家户户让全世界都知道？他那个宏大的精神存在是太有魅力了。我是戏剧导演郭晓楠，在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指导了话剧《屈原》，最近就要在湖北的武汉市宜昌市公演。这叫吹枕头风。历史剧常常是一个顺时针的写法，我特别想在戏里捕捉散发这种神灵感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楚国宫廷故事。我们可以看一个相对不太一样的屈原。我们去了秭归，他的故乡，考察完的这一路，宜昌的博物馆、荆州的博物馆、湖北的博物馆，还看了郢都的废墟。楚文化非常诡异，非常神秘。屈原他是楚国的一个大巫，他维系着神灵赋予他的修为。我们写的是他开始投江的那一刻，对他这40多年的倒叙一个回忆。宋长见兮，流放了20年以后，在梦中和他的9歌当中的诸神相会，要楚怀王，灵魂之间对话呀。楚国的王了，你还在想玩？剧中的其他人应该是凡夫俗子，立为先，唯有屈原把这一切都放弃，大家不在一个层次上。一力征战，2智取贤能，让奸佞不敢横行，让赏罚变得分明。楚怀王的宠姬叫郑袖，你不逮，你让大王去攻占巴蜀，还是依在那些山鬼蛮女？对自己的公子的扶持，想着王权的继承。张仪、纵横家到楚国来说服楚怀王和齐国断交，秦国也以上500里之地献给大王，把楚国的君王都忽悠了，扩张自己的领土，收复三吴之地，华让毕生的志向，遭到了屈原坚决的反对。但不是现在。用楚怀王的话说，就是他不转变，既不会做事，也不会做人。帮主，他就是告诉他们，我的理想是爱国、美政、热土。后面有一场是要五官会盟，秦国以和谈的一个方式把楚怀王骗到了秦国，最后楚国彻底的败亡。楚国的盛和衰，还就是在几个败家子儿手上亡的。流浪在外的屈原，以汨罗江的自尽做一个结束。为什么这黑夜如此漫长？为什么在这世界上你不随波逐流，就无路可走？为什么他的理想得不到张扬的时候，投江与其说是自杀，不如说是升华。为什么？他的孤独真的很像普罗米修斯。为什么我们投江而去？从接到剧本到戏剧搬上舞台这一个过程，案头工作是非常复杂的。你越读他的楚辞，你越会觉得他自己有一个人格的结构。一直希望能找一个武汉的人来演，王洛勇还真是这边的人，每天到江边大段的去背台词。屈原唯一的道具就是铸剑，
他没有那么多道具，天问那么多问，坐那一动不动的我也做了，全部现代舞我也跳了，跟你在一起分享这个屈原的感受。我们不指望它是一个通俗易懂的大众式的戏剧解读，特别是《离骚》和《天问》九歌，它能够从宇宙观到世界观到社会观到人际，它会带出来很多命题，今天仍然在解答。这种启示度直到今天近3000年了吧，每年的屈原的祭祀的活动是很兴盛的。楚国的800年吧没有了，但是却记住了屈原。